美国情报部门真的搞不定香港了？一部法律是不是能够立竿见影，扫清间谍天堂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11月10号消息，一些美国的情报官员呢，向一些记者透露，说对他们而言，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更难对付、更不透明的目标。这些个情报界知情人士表示，中国政府在香港、南海等问题的解决速度是如此之快，是特朗普政府、拜登政府官员们都没有想到的。而且呢，他们向彭博社透露说，美国的间谍网络受到巨大的破坏，间谍呢越来越难以渗透到中国。一方面是因为专业素养不太够吧，因为很多人根本就没法把普通话玩得很溜，所以日常生活中就算看到了一些信息，特别是面对不断出现的各种新生代语言，都不一定能看得懂了。另外，中国的各种视频监控设备还有大数据运用能力，也让情报活动变得比以前更加的麻烦。其实美国人自己就是这样的，他们早就用大数据分析和对付间谍，用软件统计和分析人的社交脉络。而且美国虽然现在抱怨中国这么干，但是不妨想一下，当初是谁在学术交流的时候亲手教我们的？那么有的网友看到了美国人的抱怨这个局面，非常高兴，说香港国安法正式实行，作为间谍天堂的香港就一去不复返了。不过到这里边我要泼冷水了，要解决间谍问题有那么简单吗？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到现在才多少时间？还很短。前一段时间里边，就没多久之前，香港社会各个领域里边，包括一些公务员，拒绝宣布忠诚于国家的人还不少。说明什么？说明在香港很大一部分人利益啊、价值观呢都没有跟我们保持一致。再加上各国的文化、经济、政治影响力的存在，还有某些情报机构在香港深耕细作这么多年，关系根深蒂固、盘根错节。所以国安法的公布和实施是可以打击很多分裂国家的活动，但是短时间也只是让一些人不敢公开活动而已。这种根植的厚度还会让暗流继续涌动。其实我们想想也很容易明白，1949年以后，国民党在大陆埋了多少人，很多就是在老百姓身边过日子。真正的这些个间谍特务也不参加什么街头示威活动，倒是经常会积极参加街道组织的宣传教育活动，人家弄不好还能混个积极分子当一当。明明是个间谍特务，嘴里可以喊的都是爱国口号，直到被抓出来以后，身边的邻居同事们才大吃一惊，这才是我们反间谍工作的常态。所以不要说香港，就是大陆本身都没法彻底杜绝各种间谍活动，怎么可能指望香港这个问题上喝一口药就治了香港100年的病？这次美国人说，中国政府在香港、南海等问题的解决速度如此之快，超乎他们的想象，这个话应该是真话。但是呢，要说以后没法渗透中国，不好渗透中国，中国是硬目标，越来越不透明，我只能认为一半是真的，知道以后会更难了，而另一半干脆就是忽悠。如果我们太多的相信他们的诉苦，可能很多人觉得大功告成，国外情报机构不过如此，不堪一击，然后放松警惕。其实情报工作历来都是各国决策的重要依据，各国情报系统不仅对敌人，对身边的盟友的刺探都从来没有停止过。所以香港这个地方，它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以及影响力还在，对间谍们的吸引力就不会减轻。这个舞台他们肯定会继续表演，而我们也一定要继续小心，把他们的表演要看清。好，关于美国人说的在中国开展间谍活动越来越难，美国情报网要颠覆，这个话能不能信？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